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韩国三星电子工会计划周五举行首次罢工，但分析师认为罢工对芯片生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接下来，苏格兰女子菲奥娜·哈维起诉 Netflix 1.7亿美元，声称她在迷你剧《小驯鹿》中被诽谤为跟踪狂。哈维称，剧中角色玛莎与其相似，且都为伦敦律师。影射其曾2次被判跟踪罪并入狱5年，涉嫌诽谤。让我们关注，保险公司计划增加对私人信贷市场的投资，尽管该市场不透明。对全球大型保险公司的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计划增加至少一类私人信贷的持有量。让我们关注，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的汇率维持低位，因市场预期美国就业报告将为美联储降息时间提供线索。下一条，受 OPEC 加增加供应计划的影响，油价本周将下跌，但沙特等产油国部长重申对市场稳定的承诺，并表示可随时调整供应。油价应声反弹，布伦特原油期货重回80美元上方，但仍将连续第3周下跌。下一条，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先沃达正考虑在香港而非深圳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因中国公司在内地交易所上市的审批流程较慢。接下来这条，受即将公布的关键美国就业数据影响，亚洲股市早盘上涨，该数据可能指引美联储的政策前景。下一条，5月中国出口增幅超过预期，为连续第2个月增长，表明工厂主已找到海外买家。进口增长放缓，近期不同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不同领域复苏速度不一，加大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尽管房地产危机仍然是制约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但此次贸易数据可为当局提供一些喘息空间。接下来这条，印度政府债券吸引全球投资者，因其即将被纳入主要全球债券指数。尽管莫迪总理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但政策连续性的担忧被抛在脑后。接下来这条，印度股市周五上涨，基准指数有望实现周度上涨。此前，央行即将召开政策会议，预计将维持借贷成本不变。下一条，僵尸公司数量激增，已达全球近7000家，包括美国2000家。由于贷款到期，他们可能面临破产风险。下一条，日本1季度 GDP 收缩幅度较预估略有放缓，因资本支出数据上调。经济学家预期税收减免和加薪将助推本季度经济复苏。但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上升，将挤压消费，部分汽车制造商的中断也可能构成拖累。接下来这条，全球芯片争夺战升级，韩国计划斥资4500亿美元打造全球最大芯片制造集群，包括37家工厂、8个城市，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最后一条，德国央行预计德国经济将在2024年缓慢回升，未来几年实现更强劲增长。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